对吧？我们刚刚一路看，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差，中国已经非常乱，但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一定要做到：我放出的间谍，你们赶快把我的情报全部都拿回来。在台湾，共谍已经很严重了吧？在英国，间谍也很多，共谍也非常多。结果你去偷英国的资料，那也就算了，没有想到今天英国被渗透的这个间谍，第一个是英国的议员，第二是什么？这个被渗透的间谍的议员他竟然把我们台湾的秘密见了谁，秘密看了谁，秘密跟谁说什么话，真的都泄露出去给中国了。是中国在全世界这个布建的间谍网当然是相当的绵密哦。从台湾内部以外，其他的各个国家也当然都有中国的间谍。现在连英国的国会里面都有中国的间谍。你可以看到说，他的间谍布建在什么国会议员的旁边。这个间谍叫什么？叫做这个 Chris Cash， 好，钱那个 Cash。那这个 Cash 呢，他是中国研究小组的一个主任，主任，他被谁吸收了？被另外一个 Chris 吸收，这叫 Chris Berry。对 ，Chris Berry 是在中国当老师，就是这一个人。对，这一个外国人。那这个人呢，也被吸收。你也知道，间谍的吸收都是什么单线吸收？他被谁吸收？他被 Alex 吸收，一个中国的特工。那这个 Alex 听说是属于蔡奇的啦，属于蔡奇的。OK， 好，那他们吸收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是希望有价值的情资，对不对？那你一般想象说，你应该想要了解英国对中国的一些什么机密资讯，对。但他要探求的居然是什么？居然是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关系，很特别吧？所以中国当然他也都在想搞台湾呐，那你看他泄露了什么东西？他泄露了台湾国防部官员到了英国跟2个国会议员见面，这2个国会议员一个就是英国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叫做克恩斯，另外一个叫图根哈特。这个人呢，这2个人呢跟台湾的国防部官员会面的内容全部被这个 Chris 掌握以外，他还拿出照片了，他还偷拍照传给这个 Alex。但我跟你讲。中国坦白说，他的实力还是很够。为什么呢？我们刚刚看到，他其实这个案件是2023被捕的，对，2024起诉，结果他9月撤销起诉了。你说人都已经抓到，甚至你刚刚讲他是怎么吸收的，他都已经抓到，结果英国检方说算了，我就撤销。本来有起诉哦，今年9月撤销起诉了。有这种事？撤销起诉的原因是因为，听起来。很有猫腻。他说，因为英国的政府跟他讲说，没有办法证明说他们泄露的情资有影响到英国的国安威胁，所以呢，可以看出其实他有接到什么中国那边的压力，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讲，中国当然在全世界各地都在施压什么？就是各国对台湾的一些开放的一些的程度，或者是对台湾的一些友好程度。那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听了之后，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什么消息？而且你的拳头可能会硬了。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有6个法官去亚塞拜然，结果被遣返啊，法官呢？用法官的身份去亚塞拜然，结果被遣返，被当罪犯遣返，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而且对于台湾来讲相当震撼。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这6个法官其实他是一个团体，他代表中华民国要去亚塞拜然参加一个协会，参加一个年会，叫做国际法官协会的年会。你说这个？对。结果他们原本是要去的亚塞拜然第67届的，对。结果6法官。对，飞到机场之后，就被遣返回来。没错，到了机场，到了海关的时候，亚塞拜然的这个海关官员不但不让他进去，还让他原机遣返，直接羞辱那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过去我们台湾其实这个组织它的会员国通常都是以国家为团体，对，所以我们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法官协会，我们用官方身份去参加这个协会。在以前因为这个年会通常是轮流举办的，它会员国大概有100个那它轮流举办。那我们台湾曾经在1999年承办过一次，那2023年也承办过一次，那所以这个会它所代表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在会里面宣示的价值就是左右全世界的法官的这个思考走向。结果呢，我们的6个法官就去了，去到现场之后呢，他们直接就说你们不能入境那大家就很疑惑嘛，我下面没赛嘛，对，你知道他跟他讲一句话，他说 One China Policy 啊。
他直一中接开枪政策，对他直接就跟他开，直接就跟他讲说一中政策，直接就跟他呛明说就是中国影响的啦。所以，我们台湾的6个法官就因此这样被遣返。那你就说，我们以前去亚塞拜然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吗？我跟你讲，去年一样是法界人士，叫检察总长邢泰昭，他就去了亚塞拜然参加国际检察官这个协会的年会啊。都没事，没事啊，成就功入境啊。今年有事了，就今年有事啊。然后去年我们那个彭启明环境部长本来也要去的，不过因为彭启明身份他比较特殊一点，所以他没有受邀。但我们派的其他官员也有去亚塞拜然参加这个联合国第29届的这个气候变迁峰会，所以其实都可以啊。你知道我们的中华民国法官协会呢，其实就有透过紧急拟了一个声明，对，透过捷克的法官协会，然后在这个会议上宣读我们的立场，宣读什么呢？就是跟所有的会员国讲说中华民国这个法官协会没办法入境但我们必须要严正表达抗议，因为如果连我们都无法为自己伸张权利的话，我们怎么替其他的人伸张权利？玉凤，我们昨天才讲到伸张权益、正义这件事情，川普昨天为了打击这个所谓全球最大的跨国诈骗集团，他真是动用了最狠的手段，其中是什么？陈志，就是太子集团的 CEO。结果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扣非常多的钱，就没有想到的是，你看到这个画面，柬埔寨的诈骗园区，昨天晚上拼了命疯狂的逃了。真的，大家都赶快先跑先走了。对这个新闻来讲的话，真是出乎意料川普大大要出手去处理这些诈骗，结果呢，打到了谁？打到了这个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在这个地方本来就很多诈骗集团啊，结果弄下去之后呢，一夕之间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比蟑螂要吃蟑螂要处理蟑螂更快，丢下去之后呢，一瞬间全部的人。竟然是大包小包的，赶快绕跑了啊！我没有看过一个公司解散会解散的如此迅速。人家说这些很多都是诈团的，所以呢，发生问题，砰，全部都解散。然后除了打到西哈努克省、柬埔寨这个地方以外，我没有想到陈志的案件竟然也打到我们台湾嘞！你知道吗？陈志就是他，竟然他很多洗钱的公司。我的老天鹅啊！你在中国福建，你没有设在福建，那你也没设在香港，没在澳门，你现在设在我们101大楼。对啊，昨天在我们的101大楼。昨天我们讲的是他在大安区，结果你说101大楼也有他的点。对，你知道吗？你很多的外资来到台湾设分公司，你一定第一个选择是哪里？就是101嘛。你先想看，每年烟火啪，那你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面。结果没想到他竟然把它设立在哪里？设立在这个地址，这里就是101大楼。除了101大楼之外的话，周杰伦这个我们有讲过了，他这个和平大院，你这样看，他竟然有办法买那么多栋，一户一买就是11栋，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查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说陈志就是他本人竟然出入台湾至少10次。你知道吗？我们都常来的，美国人都知道啊，我们台湾人不知道啊。你知道吗？诈骗之岛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竟然对于这样的诈团，然后这样的洗钱，完完全全都没有发觉。等到美国人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101有，原来和平大院有。好，那你重点来了，如果你在101，在和平大院，101是一个商办嘛，对，和平大院就是周杰伦的豪宅嘛，对，那也就算了。你知道吗？他竟然有挂招牌。前面我们都讲了嘛，这2个地方可能他都在公司里面嘛，内部没有人看到，谁知道他竟然在挂了招牌。这个地方就是 Prince Group Holding 太子控股，对他竟然把招牌就直接给挂了。然后挂了以后，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一个它的一个直线距离，在这个地方是太子集团的总部。对，再看一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Prince Group Holding 它的控股集团在哪里？在这里，这里是哪里？衡阳路的跟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而我们的总统府直线距离300公尺。你在博爱特区里面，然后你还干这个洗钱的勾当，然后呢，你还给我挂扛棒，诈团的总部就在总统府旁边。我觉得这就太嚣张了。你偷偷摸摸的弄在101大楼里面，我们也就算了。你把豪宅来设计这些来登记公司，我们就算了。你竟然给我挂了扛棒，然后呢，距离总统府这个地方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陈志不像来台湾，而且呢，他竟然还收信。这个是在过去来讲的话，可以看到的邮物送达书，什么意思？有一些文件然后送给你啊，你挂号信你没有来，我就写一个
东西贴在你门口对，竟然就把陈志的名字写在这里，还有行政诉讼文件，完全直接用本名的，没在怕的。对，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尊重一点我们的国安单位，尊重一点我们的司法单位？你也可以这样用你的本名吗？你好意思吗？然后呢，你知道吗？后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地址给变更？变更的原因就是说他被盯上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也太糗吧！陈志大家都没办法抓到，但是现在川普下了这所谓的全球追杀令，连中国都没办法，人竟然被川普这样盯上。而且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办法？你知道吗？现在诈骗集团竟然也盯上了中国人，中国人价码多少？30万，直接明目张胆的直接列出来，你就只有30万。就照你看啊，在陈志的整个统治之下啊，整个我讲诈骗集团啊，包括缅北啊，包括我们讲的整个这边境里面啊，根本就无法无天。其中呢，最为祸首的是谁？这个叫做魏家的，有一个叫做魏怀仁，他最近已经被逮捕移送，所以你看到一副很落魄的样子。但你可不要看他现在这样，他当初怎么讲？因为他拥有武力，他跟政治又结合，本身他商业有金钱，所以他那时候曾经喊过一句话说：他是犯罪集团哦，他说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他把自己当作像是什么国防部长一样，他说：“你人啊，如果要打死啊，都要跟我汇报。”完全差很多。以前这样很嚣张的，对啊不一样的，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以前是阎罗王啊，现在是阶下囚嘛。那阎罗王的时候，他甚至我们讲呛话，说什么？说我跟你讲，中国人很珍贵啊。他这个中国人一鱼两吃，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中国人呢，他说你要把它买进来，比如说买进来呢，把它骗进来的这种价格呢，大概新台币有涨到将近快128万哦，人民币30万左右。但买进来之后，他要工作嘛。那工作之后呢，他如果想要回家的话也不行，这时候饿吃就来了，就说你如果要回家的话，你要交这种高额的这种我们讲的这种赎金，我才愿意把人给放回去给你。甚至是你知道在过程中更可怕的是什么吗？因为今天当然很多金主想要去跟他合作嘛，想说这个生意这么好赚，反正害人的生意，对不对？结果呢，有一个叫陈大卫，也就是他的接班人。你知道陈大卫专门是做他的 muscle， 也是他的拳头。这个拳头说什么？你今天要跟我来讨论生意，对不对？首先如果说你做不到的，你资格没有满足的，你条件没有符合的，我会体罚、拘禁甚至虐杀。对。然后他组一个叫做治安队。再来呢，你金主要入场，对不对？你要给我缴人头费、安保费，甚至是呢，你想要跟我有大额的合作，你要有投名状。什么叫投名状呢？你要杀人祭天。真的假的？而且你知道人哪里来的吗？你说我跟我自己的血就算，你说我要杀人，对。才能证明我们两个好。对，而且人我讲更奇的在这边我本来想说是兄弟嘛，可能是我要杀我自己的小弟，你要杀你的小弟，就不是，根本不是这样，他们随便抓路人。他们抓路人来杀，随机杀的，对，就抓路人来杀，就是一起做坏事。他就是抓陌生人呢，而且他会铁条把他捆绑住，然后呢确认他没办法动之后，比如说有一个人就叫有某标嘛，然后最后发现他的头骨被开7枪，然后呢挖出来之后，因为他有原地去办案嘛，把这骨骸挖出来，发现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